其实对于现在的 AI 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这个代理人，有这个 agent，它才可以做出更多、更多样化的、更有实际影响力的工作。那原本的 AI 有什么地方不足呢？原本的 AI 是说我们一问一答，我们给他一个任务，然后他就回答我们，他怎么想的，他就用他的几率式的文字接龙的机制呢，来跟我们讲说，哦，他觉得答案是怎么样。那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其实它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找个员工，我们就叫一动，然后做一动这样子嘛，对不对？叫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回应你一句话。我们希望他是有自主性的，我们希望他可以自己去感知、去了解目前是什么状况，目前周围的环境怎么样的变化，目前这个任务呢有怎么样的资料可以使用，目前外面呢有什么工具可以使用，然后他自己做出决策。而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想，不是。我们希望他可以自己做出决策，然后呢，他根据他的决策来规划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任务，然后呢，他去使用对应的工具来采取行动，那可能去开启档案，可能去储存档案，可能去下载某个档案等等。好，我们希望是他一切都自己来，那甚至他可以帮我们去发出 email 啊，他可以帮我们去改写我们的计划书，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呢反过来通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帮我们准备报告等等的。那这些任务呢，其实比较难说，我们一步一步跟他讲说怎么做，因为这样子其实很没有效率。我们如果每一次都要跟他讲说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好，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一问一答变成是他自主完成任务。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agent，一个 AI 代理人，他应该要实现的角色，他应该要做到这样的角色啊，他要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说这件事情它是怎么样的完成的，然后它完成到什么程度了，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好，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来举个生活化的范例吧。我们又拿这个水果店老板的例子，以前在之前我们有讲到，水果店老板要预测水果价格会不会水果会不会大卖，啊，他预测水果价格等等。啊，那我们现在有几种做法，几种做法。例如说，第一种啊，那你是水果店老板，你自己打开去年的账本，你有记账，你去年的账本跟你的 POS 系统，你的这个交易，看看你自己的交易状况，那你就会发现，去年某个月份在温度够低的时候呢，草莓的销量会暴增2倍，好，而且周末卖的最好，一切都你自己来，你自己在做分析，你自己开一个 Excel 在做分析，这种事情叫做资料分析。这个是很传统的做法，那可能也是目前也是有些人已经在做这样的任务了。这传统的资料分析，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有这样的形式了。好，那到后来呢，大概2016年之后呢，开始有machine learning 啊，deep learning 越来越成熟了。好，那我们就开始有另外一种系统。那这个系统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发现，哎，那下周有什么冷气团啊，然后气温会降到多少？那基于这个历史数据，它会自动的跳出一个通知，然后通知你说，哎，这个下周呢，草莓有85%的机会会大卖啊，预估的需求量会比平常多出50箱。这种叫做预测性分析。预测性分析，它只有告诉你它的预测结果，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不是他的事，这不是他的任务。啊，接下来要做什么，是你要自己去做啊。你只有拿到一个报告，拿到一个数字，讲说，好，这个接下来会大卖啊，这个叫预测性分析，这个是不够的啊。我们希望它自主化一点啊。那所以我们就另外一种模式，如果这个系统在预测草莓会大卖之后呢，它会自动去比对多家批发商、水果批发商，你的上游啊，它的草莓的价格跟新鲜度，然后它自动去选出一个最划算的批发商，最划算的批发商，
然后自动去下单，去多订了50箱草莓，例如，甚至呢上架之后自动调整售价，自动来发送行销广告，一切都自己来，一切都自主，你就在旁边看着就好了。这个就叫做 AI 代理人要做的事情。事实上现在这个已经做得到了。如果说有人愿意去投资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是做得到的那这是一个生活化的范例。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要做到这样的人工智慧代理人，这样的 AI agent，它至少需要哪些元素呢？第一个是感知，首先它必须要能够从周围的环境去收集资讯，例如说它可能有一个 sensor，有个感应器去看看目前的温度怎么样。它可能有个资料库，它可以去呼叫去查询这个资料库。那在过程中呢，它可能要分析文字，看看这个资料库的使用者界面，它会有一个图形界面嘛，或者是像是上网那样的图形界面，网络浏览器的图形界面，它可能要分析这个资料库的界面呢，它有什么地方可以点击，要怎么勾选。那可能要分析这个图片，看看这个草莓长什么样子，或是其他形式的资料，他要去了解周围的环境。了解周围的环境，毕竟他要做他的规划，做他的决策，那总是要有一些基础，要有一些输入嘛，对所以他要先去了解周围的环境，这叫感知，他要能够感知外界能力。再来第二步呢，他必须要有规划能力，这是他的第二个模组。他拿到刚刚讲的那些资料之后呢，他要能够分析他目前的资讯，来制定计划。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 AI 的理解、AI 的推理能力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嘛。他要先能够理解那些资讯，然后能够做推理，他才可以做分析嘛，才可以去分析那些资讯呢，它包含了什么重要的 data 在里面。那他就了解背景资讯之后呢，开始来做规划、做推理。所以我们之前讲到推理，对不对？它可以分拆多个步骤，然后从多个步骤里面呢，找看哪个步骤的走法是最好的，先做 A， 再做 B， 再做 C，他就知道怎么做是最好的。那他可能会盘点很多个做法，很多种做法，比如说先 A、B、C 呢，还是先 A、B、F 呢，等等，他有不同的做法，那他找出最佳的做法。这个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规划能力嘛，然后再来是行动，行动就是一个最特别的，跟之前讲的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要能够自己执行工作，他能够依照他的决策来呼叫某些工具。之前我们没有讲过这个，之前就讲到推理，但是没有讲说推理完之后他可以干嘛。他推理完之后就只有回答你，可是回答你之后要你自己去做，那你就不想做，你又不想动手。那现在这个 AI 代理人呢，他必须能够自己去呼叫某些函数，去使用某些工具，可能目前是软体工具去呼叫某些软体工具，甚至跟其他的系统来互动。例如说在资料库里面存入一笔资料，或者是在资料库里面更改一笔资料，这个叫行动。那行动完之后呢，事情就结束了吗？没有，因为他要长期的工作，长期帮你工作。如果你请了一位员工，然后他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下一次呢，你再叫他做一样事情，他又从头开始，好像什么都不会一样，就从头开始才能尝试，这样不行。所以他要能够记住他之前做过的事情，他之前想过什么事情，他之前做过什么推理，他之前用了工具拿到怎么样的结果，他要把那些东西记下来，然后从里面学习，从里面做反思，看看这些行动呢，做的怎么样？我上个任务做的怎么样？我拿到什么新资讯了？我学会什么新的知识了？借此来调整他未来的行动，来调整未来行动，或者未来的计划、未来的规划他能够反思，能够调整，这样他才可以持续的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执行任务的能力变得更强，也让自己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那上述这个阶段呢，这几个阶段呢，感知、规划、行动、反思这4个阶段呢，它应该要持续不断的自主进行。
好，所以你可能在一开始给他一个大的目标之后呢，他就根据这个感知、规划、行动、反思这4个阶段呢，循环进行，就是右下角那张图哈。哦，那这样子有这4个基础之后呢，它就可以算是一个基础的代理人了。那我们会听到2个名词哦，一个是 agentic AI， 一个是 AI agents。这2个词听起来其实很像，一个在中文里面就叫做代理式人工智慧，那另外一个叫做 AI 代理人。这2个常常出现了。那我们说起来，其实这2个词其实没有一个唯一的严格的定义，其实没有，而且他们常常被许多人交替的使用。可能一下讲这个 agentic AI， 有时候一下讲这个 AI agent， 他们常被交替使用。他们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定义，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但我们可以大致上来把它分成以下2种说法。如果我们说到代理式 AI，agentic AI， 那这个算是一种人工智慧的进阶形态，它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能力，它不是说是一个实体哦，它是一个能力，或者说它是一种行为。我们说这个系统它有代理式人工智慧的能力，或者说这个系统呢，它做的事情是代理式人工智慧它是一种设计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概念，是一种哲学。好，所以它其实算是在讲一个系统是如何自主的完成一个较大目标。好，它其实是这样的概念，比较概念式的。那 AI 代理人呢？AI agent， 它其实是一个软体单元，一个个体，这个就比较明确了。它是一个软体单元，一个个体，一个元件，它是做特定工作的实体。例如说刚刚讲会自动帮你订水果的 AI 代理人，这个就很明确。好，那一般来说呢，这个 AI 代理人常常被当成是代理式 AI 这个大框架、大帽子下面的一个部分。所以肯定会讲说我们现在有个系统，它是有代理式 AI 的能力，它是 agentic AI 的系统，然后这个系统里面呢，包含很多个 AI agents， 包含很多个 AI 代理人。好，所以 AI agents 定义相对明确，但是 agentic AI 代理式 AI 它这个更广泛、更抽象，甚至可以讲说是更欠缺共识的，那个含义还在演变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概念。甚至有的人会讲说它是一个行销用因为它这个其实听起来很 fancy 很吸引人，但是其实它定义不明确，甚至随着时间改变。好，那如果我们之后要比较严谨来讲的话，我会建议我们尽量讲 AI agents 或是 agentic capabilities 说这个有代理式的能力、代理式的行为，或是多 agent 多个 agent，而不是要讲 agentic AI， 因为 agentic AI 实在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一点。好，那这个人工智慧代理人呢，刚刚听起来好像是会做蛮多事情的，确实它影响力其实很大。我们根据 IDC 这个算是一个产业顾问公司它就预测到了2029年，也就是3年后呢，全球会有11亿的活跃的 AI 代理人在做各种任务，每天执行数千亿次的动作，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它对于产业影响其实很大。那你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乐观的估计呢？为什么会预测它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日常自动化的生产力呢，可以大幅的提升，在未来可以大幅的提升。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现在已经做很多事情，例如说龙虾，大家之前可能会听到新闻上有报，不管你之前是不是做 AI 的，你多多少少在新闻上有听到龙虾这个东西 OpenClaw OpenClaw 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代理人，它就是一个你可以装在个人电脑里面的，甚至不用个人电脑那么大，你看是小小的迷你电脑只要它运算能力够，它可以装在你自己电脑里面，甚至一个 Mac Mini 这样子它可以装在里面。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你可以透过 Line 啊、WhatsApp 之类的跟他沟通。你可以丢个讯息给他，跟他讲说，好，例如说你现在人走在外面，你就丢个讯息给他，跟他讲说，请帮我整理我的 Gmail 账号的里面的信箱，好，就发个讯息给他，透过这个 Line 发个讯息给他，那他收到之后呢，他就在他的这个小小的电脑里面，Mac Mini 之类的那种小小电脑里面，好，开始理解你的任务的需求。那接下来呢，他就呼叫这个系统，这个 agent 的这个系统，
呼叫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呼叫一个 LLM 啊，就我们之前讲的大型语言模型，一个文字基隆的模型啊，它就来开始规划咯，用它的文字基隆的能力来开始规划。好，现在这个使用者要求我去整理这个 Gmail， 好，那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好，首先我应该去呼叫这个 Gmail 的 API 啊，拿到 Gmail 里面有哪些 email 的清单，好，拿到清单之后呢，好，接下来他开始去做整理了啊，他开始下指令。那你就想说，那指令怎么下？其实它可以呼叫工具，呼叫工具。然后接下来就把你的 email 信箱整理好了。那在整理过程中呢，还会记录，做一些记录，记得说，我目前已经整理到什么情况呢？哪些 email 被分类出来等等。它会记录在它的 memory 里面，记录在它的记忆体里面，它的记忆 agent 的自己的记忆。然后甚至呢，你可以呼叫多个代理人，你可能不是只有养一只龙虾，你可以养3只龙虾、5只龙虾，共同的来做一件任务。因为你的任务可能很复杂，那我们之后会讲多个 agent 可以共同来协作。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它不是只有做 Gmail 的整理，也不是只有做信箱的整理，它可以帮你去操作股票啊。当然这个没有投资保证啊，这个不一定赚钱，你自己要好好设计。它也帮你操作股票啊，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那它也可以帮你整理明天要报告的简报啊，甚至帮你写程式。帮你写程式其实是目前最热门的概念之一。那这个叫 Cloud Code。就是那个 Cloud 那家公司，它提供的一个代理人工具，它是一个基于人工智慧的程式编写工具，也是一个自动开发工具。它可以读取你的程式码目录，你可能在电脑里面放了数千个程式码，可能数十万行，那它可以去看那个目录里面有哪些程式码，它帮你盘点，然后呢，它可以帮你编辑那些档案，编辑那些程式码，发现一个 bug 啊，它主动发现 bug，帮你改掉，或是它可以主动执行你的命令，例如说你刚才讲一个大方向。讲个大方向，例如说，请分析目前的这个资料库的栏位有哪些，他就给你，他拿着这个大方向呢，开始去规划接下来这个程式码要怎么修改。那它可以帮你建立很多新功能，可以帮你修改这个 bug 啊，帮你做自动化开发。它可以理解整个程式码，甚至可以跨多个文件，就不再是一问一答了，不是在说我现在贴一段程式码给你，请你帮我把这个 debug 这个做任务做好，不是，它可以自动去看多个文件，然后跟你周围的给它的一些工具，例如说开档案这个工具，写档案是一个工具，然后查询网络上的某个资料库呢，也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去执行这些工具，跟这些工具呢协同工作。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投影片下面，那这边就举几个例子，你可以教他做什么事情啊？例如说刚刚讲分析 database 的 schema， 分析这个资料库有哪些栏位，这怎么结构怎么设计的，或是呢，你请他帮你写一个测试软体，去测试你目前开发完的这个系统。好，那叫他去提供这个测试软体之后呢，还要去执行这软体，然后甚至呢，不是只有执行测试而已，发现测试过程中呢，哪些问题有哪些问题，哪些 bug， 他要帮你修改，帮你 bug 移除，修改那些 bug。好，那他也可以帮你去把这个程式码呢，储存起来，储存在你的这个 GitHub 里面、Git 里面，更新程式码等等。那这件事情呢，这种工具呢，其实目前已经算是相对来说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很成熟了。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在8月3号，就大概1个礼拜前，阿里巴巴呢，它推出了一个可以免费下载的模型，叫做 Qwen 3.8 Max。这个模型呢，它有2.4兆个参数，很多2.4兆个参数其实很多然后它不是每个参数都在同时在使用啊，它是依照你的任务需求决定使用其中某些参数所以它这个混合模型。那它的活跃参数呢，也有95 billion， 951个参数活跃，这还是很大的数字。那一次可以输入100万个 token， 100万个词源你可以输入非常多的文件。那它的实验结果发现，在长达16天的完全自主运作的过程中呢，
这个模型跟它搭配的这个 agent 的框架，这个代理的框架，从零打造了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就是刚刚讲的 Cloud Code 类似 Cloud Code 的那种刚刚那种专案，它可以打造自己的框架，整整16天，16天自主运作，16天自主运作，这个人类都不见得可以做到。例如说你可以请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跟他讲说，哎，我任务给你16天之后，我再回来看你的结果。这16天你不要来打扰我，我也不要干涉你。这个有时候人也不见得可以这么的自主啊。那另外一个实验就是他给了一篇论文啊，拿一篇论文给这个模型，这个 agent 的框架，然后再给他一个 GPU 啊，然后这个模型呢就在大概2天多的时间内呢，自己写了7000多行程式码来重现这个论文提到的实验，重现这个实验。那它不是只有重现实验而已哦，他还自主的提出了18种改进方案，18种。然后呢，把那个 benchmark 就是那个论文是要去考某个去做某个考试，然后参加某个考试，那个 AIME 24这个考试数学考试哦，他把这个数学考试的这个成绩呢提升了2.7%，超越了原本论文的方法。这个是一个显著的改变哦，这是一个显著改变。好，那另外第3个例子就是他在1天内呢，他自主参加了一个挑战赛啊，这个多模态对话意图挑战赛，就是我们看这个顾客会讲某些话嘛，然后你要判断这个顾客到底想干嘛哦，这种多模态的对话意图挑战赛，去识别这个顾客到底要讲什么东西，他自己去调整，去混合多个模型，去混合多个模型。然后呢，他进行了45次的提交，因为他的模型改完之后要提交上去审查看看嘛，看这个模型表现怎么样。他做了45次的提交，然后把准确度呢提升到85%，击败了87%的人类参赛队伍，很多，这个很多，他击败这么多人类，而且他都是自主进行哦，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 AI agent 的其实已经在程式设计、在软体开发上面，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先进了。所以目前很多软体公司呢，他们他们都用这个 AI 来帮他们写程式，帮 AI 让 AI 来帮他们开发。他们甚至避免让人类手动去改程式，因为人类手动改程式可能甚至输给 AI 啊。好，那我们看看这个 AI 的表现。你看到这张图就知道，这边有几条线，最左边的深橘色的线是 Cloud 的 Fable 5哈，Fable 5，然后在还有一条紫色的线，深蓝色的线呢，就是刚刚讲那个 Qwen 3.8 Max，就刚刚讲那个模型。好，Fable 5的厉害，大家已经知道吗？大家已经知道它被美国政府禁止输出嘛，某段时间被禁止输出，它够厉害了。所以你看到深橘色这条线跟深紫色这条线、紫蓝色这条线呢，它曲线走的其实很接近，它已经接近那个 Clone Fable 5的能力了。虽然说它比较慢一点，但是经过了长时间可能经过500多次的反复的迭代哦，它还是可以接近 Fable 5的那个能力，很接近，非常接近哦，它是第2名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它初期的学习曲线，它比蓝色那条线比橘色那条线起步的更慢一点点，上升的速度更慢一点点所以说它还是不如它，一开始可能需要多点尝试，它没办法一开始就找到最好的做法所以它可能起步的曲线稍微慢一点，但是它可以用这个时间来换取精确度，换取它的性能所以他们经过了400-500次的这个迭代就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准，胜过右下角那个88%的人类跟87%的人类分别是 Fable 5跟这个 Qwen 3.8的能力这是他们的比赛结果。好，那除了这个模型之外呢，整体来说，这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趋势，整体来说，人工智慧可以完成这个越来越长的任务了。它开始具备这个长时程的自主工作能力。那你给它一个框架，那给它一个控制的环境，它可以在这个控制环境内呢，自主运行的10几天。
自主规划它要怎么执行这个任务，怎么拆解任务，怎么去验证这个结果。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人工智慧这个代理人呢，他被认为是实现通用人工智慧的关键，因为有这个 AI agent， 它才可以去执行多样化的智慧性活动，它才有这样的潜力去执行多样化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个 agent， 那就只能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其实做不了什么太多事情啊，那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啊，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在未来2028年、2030年，这个我们可以预期它可以执行的时间呢，它可以执行的更大的任务，它可以执行更长的任务，它可以指数型上升，甚至可以执行我猜1-2个月的任务，搞不好都有机会去实现。虽然说目前是10几天，但未来还会持续的进步。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些更具体的细节。人工智慧的高层次人工智慧代理人的高层次架构长什么样子？可以看到这张图，然后在左边这边有个机器人啊，它是 agent。那 agent 呢，就是从人类那边收到个任务的指示，然后接下来他自己开始推理，自言自语。他首先他往右上角走 ，perception， 他会感知外面的外部环境啊，多模态讯息，包含语言、文字、图片、声音、档案等等，他会去感知各种讯息。然后接下来往右边走，右边就是以 LM 作为大脑，来提供知识、提供记忆、推理、决策。它本身模型就要有些基础知识嘛，至少要会讲话，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嘛，要会写程式基本概念，至少要有。这我们之前讲过。那它除了有知识之外，它要把做过事情记忆下来，这要记在大脑里面，然后做推理决策，都在大脑这一块这个模组里面。那大脑做完决策之后呢，就交给中间下面这个 action 呢，它可能就执行它的工作咯，来使用工具，例如说呼叫 API， 呼叫外面的函数，然后去写入档案，写入程式码，甚至我们之后讲的这个具身 AI 就是 embodiment， 你已经有手脚的话呢，例如说机器狗，它开始走路了，这个就执行它的 action， 就这样反复进行啊。那这个就是它的高层次架构。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组件，就是大脑。这当然是它最重要的嘛，大脑是它最重要。如果没有大脑，那没办法规划，没办法理解，没办法去讲说我要执行什么 action， 这是它的核心，最核心的大脑。这个大脑呢，它是一个大型的模型作为核心的。那这个大型模型呢，它必须做到什么事情呢？它必须遵循人类的指令。好，所以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它要理解人类指令，然后要理解你给它一个提示，他在遵循那个指令，遵照那个指令。那接下来他独立发起跟执行操作。那这个大型模型呢，它必须根据环境来动态调整输出，动态的这个就不是一个静态的，也不是一个规划好的基于规则的任务了，它是动态的。你今天讲任务 A， 他就做任务 A 的事情；讲任务 B， 他就改做任务 B 的事情，这是没有规划好的，这是动态，他自己动态规划。那有这样的能力，他才可以反映出他有某种程度的自适应的能力，自己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跟自主性，所以他必须能够动态的根据环境的资讯做决策啊，这个叫自适应跟自主性啊。例如说，他可以根据你讲说，我要做一个某某新功能，在我程式里面设计某某新功能啊，他就要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建立一个还没有被实现的一个创新概念，这是解决方案，这是它的自主性跟自适应能力。好，那这个 LM 呢，就是 agent 能不能表现出自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所以你在实现一个 agent 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选用比较聪明一点的，甚至比较大的规模比较大的大型元模型啊，例如说刚刚讲的 QN 3.8 Max 这个大型元模型，够大的模型，它才有足够的知识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之后来讲，它还有记忆功能，它必须把它做过事情记起来，记起来嘛，记起来，那接下来才可以做更好的决策，这等一下讲。好，那记在哪里啊？记在它的 memory 里面。这个 memory 跟我们电脑上面的那个 DRAM memory 是两件事情，这边是一个软体的概念，这边就是一个软体概念，它就把它做过事情记下来，可能是记在资料库啊，记在哪里，记在档案里面都可以。它只有一个概念，一个 memory 概念。
那大脑感知外部资讯之后呢，它要把相关资讯记起来，因为你可能要给它一个很长的任务。那你一开始讲的话跟后来你修改的提示，它都要记得嘛，不然它可能只记得你当下讲的最后一句话，忘了你昨天讲的话，这样就没办法好好执行工作，对不对？好，所以外部资讯呢，它就把它记起来。那记起来事情还没结束呢，因为他之后要去使用这个记忆，使用这个记忆里面的资讯呢，他必须做检索，做检索，所以这个就扯到之前的 RIG 嘛，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RIG，他要从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找到，哎，我之前看过什么资讯，把它找出来，这个叫 RIG 啊，检索回来，然后如果你的任务有更新呢，或是说他发现这个环境有所变化呢，他要回去更新这个资讯，例如说你昨天跟他讲说，哎，我明天想要去台东。哎，你今天跟他讲说好，我改变计划，想要去台北，他就要更新你的给他资讯，他就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台东这件事情，他要更新到台北来了啊。那他可以取回这些资讯，然后借此做出更好的规划跟决策。那它储存形式呢？它可能是一个摘要的文字，你跟他讲过什么话，他就持续的把它摘要记录下来，或是呢，它可以把它做成语义向量，这是我们之前讲的。好，IG 呢，它会把资讯呢变成语义向量，变成它可以理解的语义向量，然后存在资料库里面。好，那有了这样的架构之后呢，它之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可以重新去检视跟引用过去的策略，因为它做过事情都记下来嘛。他上次帮你怎么规划，它记在记忆体里面，记在它的 memory 里面。那我这次在帮你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类似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可以重新把那些做过的决策呢拿回来，重新看看，哎，这个过去的这个决策呢，在当时有效，那我现在环境稍微有点改变，那我是不是做点调整？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做到这样子的调整，这样的适应能力。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输入其实是长度是有受限的。虽然说我们讲100万个，可是当你的给它任务很大，例如说你的程式码非常庞大，上千个程式码，那有时候这个还是会超过了嘛，对不对？它的输入长度是有限的，而且你就算它真的让你放那么多东西好了，它的输入长度真的这么长好了，你也会放一些杂讯进去嘛，难免会放一些杂讯进去。那些杂讯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影响到他的理解。好，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个记忆呢稍微精简一下，不要什么都放里面，要稍微做个筛选，做个淘汰。例如说太久远以前的记忆呢，如果发现它已经没有用，就把它淘汰，它可能时效已经过了。或是我们做的摘要啊，我持续就保持最近的10笔讯息，那过去的讯息我就把它摘要起来。然后做个浓缩，然后这个就是记忆 memory 啊，这个记忆这个机制要做的事情。那在这边有篇论文，它就讲那怎么做这个 memory 呢？它首先它就有一个这个系统的提示词啊放在前面，然后它会有一个 working context，它想说，哎，我最近要看什么资讯呢？它就放在这个 working context 里面，这个橘色机体里面。那蓝色这个机体里面呢，它就持续更新最近的资讯，持续更新，然后旧的资讯就把它丢掉。好，所以橘色跟蓝色这边它有两个角色，橘色这边是讲说，好，我觉得重要的，我就从那个资料库里面把它挑出来，写到橘色这边。那蓝色这边呢，是我不管它重不重要，反正有什么资讯来，我就放在里面，旧的资讯就淘汰，所以这是先进先出的记忆体。好，那中间一个粉红色，那个就是一个摘要，它的浓缩，因为刚刚讲先进先出嘛，所以旧的会淘汰，可是淘汰直接丢掉好像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把它浓缩起来啊，可能保留一些重点放在粉红色这边啊。那它有这样的提示词啊，设定它的人设，有橘色的这个长期记忆体啊，有蓝色这个短期记忆体，它就是可以做出比较好的决策，所以它就右边 output buffer 在讲说，哎，我的回应是什么啊？那右下角呢有个 recall storage 是讲说，那过去发生所有事情全都放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有需要的话我再去找。透过搜寻的方式去找，但是我不是一次全部捞回来，我是只找相关的部分。好，那橘色那边呢，就是更长期的记忆体哦，这个要透过这个模型自己发动一些动作去写入或者去检索，把它捞出来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memory GPT 啊，它是讲说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呢，它可以自己去管理自己的记忆体，它可以自己去决定说，我现在这个资讯到底是放长期记忆体，放短期记忆体，还是要把它丢掉，还是要把它浓缩，它可以自己决定这件事情。然后，例如说这边就是刚刚那个 Memory GPT 的例子啊，你看它上面的对话，这样一开始先问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好，然后这个使用者就回答说啊，那我的男朋友啊，那帮我准备一个生日蛋糕，好，然后他就回应说，哦，这是很高兴的，然后他偷偷的就在这时候记笔记哦，黑色那个上面黑色那两个，他就记下来，哎，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然后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对吧？记下来。啊，接下来问问题啦，哎，那你还有没有怎么样的庆祝你的生日呢？啊，这个使用者就讲说，哎，我们去了哪里？哎，他现在又偷偷记下来，这个黑色那个 recall story 就记下来，所以我们去，哎，不是记下来，这边讲说，哎，这个地点呢，以前你有没有讲过？他就找到，哎，这个地点你以前讲过了，然后把那个以前当时讲的话捞回来，啊，他就知道说，哎，你以前某某时间点讲过，这个，哎，你们当时是在这个餐厅认识的。好，那他就记得，哎，过去有讲很久很久以前有讲过这个话，他捞回来，接下来他就回应了，哈，就可以回应，这个真是太棒了啊！你们去那边，好，有碰面，好，那这是他的范例的过程。那这个记忆管理其实目前还是很棘手问题，因为刚刚讲了，这个 AI 它要自己去管理记忆体，它要自己去决定什么东西要存下来，什么东西不要存下来，它自己要决定要捞什么记忆回来，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准，其实很不精准。什么时候增加，什么时候删除，什么时候要查询，要修改什么，完全靠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心情，完全靠这个基于几率生成文字接龙的这个机器，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它其实很不精准，而且很慢，因为你跟他对话过程中呢，他都要随时去跟自己自言自语讲说，哎，我这个记忆要不要存起来？因为我这时候要不要捞什么记忆回来，才接下去对话，这个其实很慢。好，那这是他的问题。那你说，哎，那我能不能改用规则式的啊？就用个固定的规则 rule base 的啊，就写成是讲说什么要存，什么不存。对，这个快很多，但是缺乏弹性，对不对？缺乏弹性，因为你的规则没办法 cover 所有情况嘛，不可能处理所有情况，所以你这个缺乏弹性，快是快，但缺乏弹性啊。那其实我们会讲说，这个资源很长上下文的，也就是说，这个模型一次可以收100个 token 的100个词源的这种大模型，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靠记忆体就讲，哎，反正我记忆体好，那我这个模型就不需要输入那么多资讯的，不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模型可以一次输入很多资讯，例如是100万个 token，100万个词源，那我们记忆体那边呢压力就可以减轻，因为我有些东西就可以放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一次都给你，你就不要再管了，反正一次都记在你这个提示词里面。不过这个也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为什么？因为虽然它可以收那么多 token，但是它有注意力稀释的问题啊，你可能放太多东西啊，他就不知道该看哪里，对不对？一次跟他讲100万个字，他现在不知道该看哪里，该看哪个句子不知道，而且相关性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可能回答一个问题，他要去看，到底是以前的第一句话相关呢，还是第10句话相关呢？我到底要看哪一句话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还是需要一个外部机制来跟他讲说，好，有些资讯你就不要看了，我们只看某些 memory 就好了。IG 有相关问题啊，也有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不是只靠一个很长的这个上下文视窗，很长，一次给他100万个字，不是靠这个就可以解决啊。所以这各有优缺点，有 memory 有 memory 的优缺点，长上下文也有长上下文的优缺点。那另外一个核心组件就是规划与拆解了哈。这个 agent 呢会把叙述模糊的这个大任务拆解成多个子任务，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推理过程。对，这张图大家还记得吗？推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的推理能力，然后我给你个任务嘛，那你帮他拆解成多种步骤，看一下接下来要怎么规划。那这就跳，因为这之前讲过了，规划与拆解。啊，那反思与主做，这个跟推理有点像，就是我这个模型在回答你的时候呢，他要先想一下，哎，我目前我这样讲这个讲法，
对不对？那他怎么反思啊？他可能去看看外面的，比如说资料库，去查一下外面资料库，或是呢，他可能做个决定，然后去用外部的资讯呢来去检查，哎，我目前做的这个决定怎么样？那如果外部的检核机制呢跟你讲说，哎，你目前这样讲法不对，好，他就再修改就好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会有反思，依靠外部资讯来评估自己的结果，目前暂时的结果。那接下来反思，然后再改进，然后再正式的回答你。这个是反思与除错。那为什么 agent 需要这个反思与除错？因为任务很复杂，而且任务可能很长哦，所以他必须要修改，他必须要能够自我改进，不然他一错再错，一错再错，没办法，永远没办法把事情做好。所以他就要反思与除错啊。那这个反思与除错机制呢，其实就是一个 agent 在那边呢，那它有一个主要的大型模型嘛，然后它接下来就是去做某个动作，然后接下来把它做过的动作记下来，然后接下来呼叫外面的 evaluator 评估器去评估目前做的动作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评估器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动作做的怎么样，给你一个评价，做的好，做的不好，哪里做错了，记下来，然后接下来他回来再看说，哎，我目前做了，这个评估器说我做的不错，或者评估器说我哪里做错了。我来修改一下，就这样反复进行哦，依照这个评估器的意见来反复进行反思与除错。那另外核心主线就是 perception，它要感知外面的网站界面，感知外面网站界面。例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说，这个 agent 的任务呢是要去夺取一个网站，夺取网站。好，那接下来他要在网站上面操作某些按钮，这个我是每天都在做嘛，对不对？我们上班的时候每天都操作网站。啊，点选这个按钮，在这边输入文字等等。你刚刚想说，那模型看懂网站啊，对不对？因为它可以看图嘛，对，它可以理解这图片上什么意思，它看懂，光看懂其实是不够的。为什么？光看懂这个网站的界面是不够的，因为它要做语义对齐，也就是说，当它决定我现在要点某个按钮的时候呢，它要对到这个按钮的坐标，它滑鼠才可以移过去嘛，它滑鼠才可以移过去做 click 去点击这个动作。单纯的模型如果未经训练，它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到的误差其实很大，非常大。啊，几乎没办法做到。看懂归看懂，可是他没办法移动滑鼠去那个位置，他没办法所以他就要去训练这个模型。跟他讲说，我现在给你一堆训练资料，这个训练资料里面呢，就跟你讲说，我现在做什么动作呢？你要猜出来这个坐标在哪里，然后去点击。所以这是需要经过训练的。所以可以看到右下角这张图，没有经过训练的这个模型呢，它准确率低到很夸张，低到甚至不到10%。经过训练的模型呢，准确率可以到50%甚至80%左右的正确率。所以这个是感知能力，它不是只有看懂，它还要能够对齐他目前心中所想的东西，跟那个东西在真实世界里面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他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把实体跟虚拟的概念的对齐连在一起，他才可以去操控外面的网站啊，或者是什么界面等等。那这边有个 benchmark 的考试啊，就是让这个 agent 让这代理人呢，在这个作业系统中去执行操作。那个作业系统就是，例如说 Windows 11，这是一个作业系统。那 Windows 11呢，要怎么操作呢？它总会有截图嘛，讲目前这个 Windows 11目前这个画面啊，这开了几个视窗啊，目前滑鼠在哪里啊，等等啊，它会给你一个截图，叫这个 agent 呢去做某些事情。那这个 agent 呢，就会收到一个任务啦。例如说，我们刚刚左边这边左边有一个任务，请你从浏览器下载最新的财务数据 CSV 档，然后开启 Excel 整理出一个统计图表，接着呢要把这个图表贴到简报档里面，最后把简报档储存，然后寄出。这个显然是一个复杂动作，对不对？叫人来做，有时候搞不好还听错，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个任务大概就长这样子。那我们看右边它的成绩有对于他们对于这一类的任务呢，现在准确度可以到86%，85、86%，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
我这边是跟你讲说，它可以感知到作业系统的界面，感知到 Windows 11目前的界面，你要怎么操作 Windows 11，怎么操作这些视窗，怎么把这个视窗里面的东西呢复制贴到另外一个视窗里面，怎么去操作 Excel，怎么去储存档案，他们都做得到了，做到85%、86%的准确度了，这已经算是很高的分数了。好。那在这个任务执行过程中呢，他就靠外面一个测试脚本去看看，哎，你这个档案是不是真的有存入，这个资料库是不是真的有存入，我在外面去检查啊，所以他才可以得到这个分数，确保这个分数是对的啊。那第三个核心组件呢，就是工具使用。真的是语言模型，那本质上是一个文字接龙机器，我就讲过很多遍，文字接龙机器，所有回答都依赖这个静态知识。那这个有几个缺点啊，静态模型没有即时资讯，不知道昨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预测不知道。复杂算术呢也不太会算，因为文字接龙，文字接龙跟算术其实是两件事情啊。这个你如果给他一个复杂的算式，他可能算错，那他也不知道时间，现在到底几点了？你刚才讲说明天要做什么，他没有时间观念，因为他是一个静态模型。那当然他还有幻觉问题啦，就是他会讲错话，会讲一些事实性的错误，他可能不知道现在这个立法院发生什么情况哈。那这代理人呢，他必须对这个环境及时反应嘛，那不是只有回答问题、文字输出、文字接龙而已，他采取具体行动。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使用工具了，才可以回应环境变化。不只是回应环境变化，它甚至可以改变跟塑造环境。例如说，我刚刚讲的开档案、存档案、存取资料库，这就是呼叫工具去做这些事情。好，那他们怎么做呢？其实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 React 这 React 是一个论文提出来的啊。它怎么做？就是基本上就是 LM 大型语言模型来分析目前的状况，来制定目标，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接下来它发出具体的指令，比如说，哎，呼叫某某 API，搜寻某某资料库，使用什么什么计算机。那接下来呢，这个框架它就会去解析这个模型讲的话。他就知道说这个模型讲了一句，请使用这个某某工具，它解析出来了嘛？哦，所以虽然这个文字接龙模型它本身没办法真正的去存取这个工具，毕竟它是文字接龙工具嘛，对，文字接龙模型，它没办法真的动手，它也没有手。可是我们的框架可以去知道说，哎，这个模型现在讲的这一段话，它里面提到要去存取什么工具，我来帮它做。所以框架可以帮这个模型做事情，模型本身只是回应文字而已，可是回应文字里面可以讲清楚它用哪个工具，外面的软体框架来帮它执行。软体框架可以先写好嘛，先写好，哎，看到什么 API 就开启什么 API，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工具呢就回传执行结果啦，例如说，哎，查询这个明天的天气的预测结果，啊，回传执行结果。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框架拿到的呼叫这个函数的结果呢拿出来，然后再交给这个大语言模型，跟他讲说啊，那你现在要求执行这个工具，那你拿到什么结果了？我再跟你讲。好，那接下来他就进入下一轮思考，这样反复进行。好，所以他一边思考要用什么工具，一边有外部执行工具拿到结果，然后再回来再一边思考这要用什么工具，然后再反复进行。啊，所以这个就是叫 reasoning 跟 action 那个整合在一起，一边做 reasoning，一边做 actions。好，那你想说为什么他可以知道哪些工具可以用，哪些 actions 可以用呢？你就跟他讲嘛，对，你在提示他的时候，跟他讲说，好，你现在有哪些工具咯？那每个工具呢，它分别是要执行什么什么，可以执行什么任务，它要怎么用这个工具，要提供什么参数，就跟他讲。那这个模型看到这个工具说明书的清单呢，就知道，哎，我现在要执行任务，我可以呼叫哪个工具。那举个例子，例如说，你就问这个 AI，哎，这个台积电目前股价多少？他收到问题就开始分析咯，发现需要查询股价资料，所以他就开启股票查询工具。因为你在提示词里面已经跟他讲，哎，我这个股票查询工具可以用，他就开启这个股票查询工具，来送出这个指令，哎，查询台积电股价。然后这个段称为 tool calling 哦，呼叫工具。外部工具呢，查到股价之后呢，就把这个数据丢了去给 AI。这段就称为
做 execution 啊，执行工具。好，这概念应该是蛮简单的。好，那接下来讲为什么需要多个代理人？为什么需要多个代理人？刚刚讲一个代理人好像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他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了，甚至可以打赢人类了。可是他还是有一些限制。一个代理人再怎么厉害，还是有些限制的。因为如果这个代理人需要同时做很多种任务，那你给他的任务指示就很复杂，就很长，要讲一大堆。一下就任务，一下角色 A 的设定，一下角色 B 的设定，一下角色 C 的设定。然后呢，角色 A 有角色 A 要用的工具，角色 B 有角色 B 要用的工具。你把这些全部都交给一个代理人，那他的那个提示词是不是超长、超复杂？当提示词很长、很复杂的时候呢，第一个长度上限可能会超过，浪费它的那个 quota 额度，它输入是有限的，输入空间是有限的，浪费这空间。再来是杂讯太多。我在做这个角色 A 的时候呢，为什么需要角色 B 的指示呢？不需要。我在做角色 B 任务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角色 C 的工具清单呢？不需要。哦，所以你其实把所有的角色都混在一个代理人身上呢，你会干扰他的理解能力，也会影响他的推理品质。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个任务，有很复杂的任务，例如说又要规划，又要查资料，又要操作工具，又要写作，又要验证结果，你有这么多事情，那你应该把这些事情拆成多个代理人，每个代理人就只要知道他的任务、他的角色，他可以用什么工具，彼此之间呢分拆开来，互不相关，大家有自己的专属工具，大家各自独立。那这个有个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同步进行。代理人 A 呢跟代理人 B 呢，他们角色呢拆开来了嘛，他们可以同时工作啊，对不对？如果说他的工作没有这个衔接关系的话，他可以同时工作，水平分拆这工作，平行进行，然后最后再一个协调者来汇整他们的结果，啊，这样就很不错啦，这样速度可以加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你工作做完之后要审核嘛，代理人再怎么厉害，他的工作产出还是要经过审核的。如果说让这个产出者，就是做工作的人，跟审核者分开来，那就可以避免同一个 agent、同一个代理人、球员兼裁判。哎，我叫你审查自己做的事情做的怎么样，那你当然跟我讲说做得很好啊，因为你就觉得应该这样做嘛，对不对？你心里面就这样想。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觉得这样做，你也这样做了，那你自己刚刚跟我讲说你做得很好，这个好像不是很有说服力吧，对不对？好，所以我找另外一个代理人，用另外一个指示，甚至另外一个模型来审核你，那你们角色可能会有些冲突，意见会有冲突，这个冲突就会带来改进的机会。例如说刚刚不是有讲嘛，反思嘛，对不对？当另外一个模型、另外一个代理人跟你讲说你工作哪里做的不好，那你就有改进的机会了。你这时候就可以反思，可以改进，可以重新规划，这样子可以把整个任务做得更好。好，那最后一个理由是，不同的代理人可以有不同权限跟不同的工具。例如说，啊，查询股价的是这个代理人 A，写档是代理人 B，查询股价这个代理人 A 呢，就不可以去写档，他没有权限。这个对于这个系统的治安来说，其实比较好，因为你不希望有时候哪个代理人不小心写了什么档案，或是把什么档案删掉，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哦，所以它有不同的权限。那多个代理人呢，就可以玩一个游戏了。哦，这不是游戏啊，一个正式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呢？我们在公司里面呢，我们知道公司里面有很多角色，有 CEO、CTO，然后这个 RD 嘛，然后 Reviewer 嘛，财务嘛，HR 嘛，有不同角色。好，那就有论文提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开一家虚拟的软体公司，把这个软体开发这件工作呢，拆解为多个阶段。传统软体开发工作其实叫 waterfall 嘛，对，一个步步流。我们先规划，然后再设计软体，再验证软体，然后再 deliver 哈。
它有不同的阶段，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阶段拆开来，交给不同的 agent 去做。那我看下面有哪些 agent 哦 ？agent 有最左边的 CEO agent， 然后 CTO 啊 reviewer、tester。那在这边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 agent 同时上线在那边，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大家七嘴八舌，这个有问题就是杂讯太多了，效率太低了。好，所以这个论文就提出来，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应该两两一组，两两一组。例如说 CEO 跟 CTO 先讨论过，好，确定这个开发的方向之后呢，再把这 idea 交给 CTO 跟 programmer， 好，让这个技术长跟写程式的人呢两两沟通。那这时候 CEO 呢就不涉入了，好，所以一次只有2个人哦。这个执行长跟技术长先沟通，然后再技术长跟程式设计师沟通，然后程式设计师呢再跟 review 沟通，每次都是两两一组，两两一组。那他们发现呢，这样做出来的结果还不错，还不错啊，可以让这个虚拟软体公司呢可以运作起来。好，好，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叫做 Stanford 虚拟小镇，这个例子非常有名，非常有名。这个 Stanford 那边提出来，Stanford 大学提出来，他们建立一个虚拟小镇啊，你就看这个画面啊，看它这个像游戏式的画面，在虚拟小镇里面呢，它模拟出25个 AI 村民，这25个 AI 村民呢，他们可以展现出人类的日常行为，AI 村民展现出人类的日常行为，他们可以四处的行走，就随便走，好，他们不是只有随便走而已哦，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去哪里，可以选择目的地，依照他们的任务，或是依照他们的意图，决定要去哪里。然后呢，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遇到其他人，这个系统会跟他讲说你现在遇到谁啊，然后遇到谁，他就决定说我要传什么讯息给那个人，要怎么沟通。接下来他们甚至可以举办 party， 他可以举办 party， 然后甚至这个 party 可以邀请别人一起来参加，共同举办 party， 不是一个人举办 party 然后没有人来，不是，他举办 party 还有人来参加，他可以邀请别人，别人还真的会来，然后他可以记住别人在做什么，记住别人的动态。那他们在地图上移动的时候呢，可以看，哎，这边有什么物体，来到什么地方，他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行为，真的很有趣。这个虚拟小镇，这跟以前的传统游戏其实很不一样。传统游戏是程式先写好，这个 NPC 这个非人类角色要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是写固定的。这个不是，这个是全自动、自主、自主的，然后他们自主展现出人类的行为。例如说，他现在给了一个自主活动啊，这个研究员呢，Stanford 研究员跟其中一个角色叫做 Isabella， 这个讲说，哎，你现在有个念头，心里面有个念头，现在这个神呢跟你讲说，你现在有个念头，你要在2月14号下午5点，在某某咖啡馆举办情人节派对，就这样一句话，单纯这样一句话哦，他没有在做其他事情，是单纯这样一句话。接下来呢，这个角色呢，他告诉了走进咖啡馆的顾客，跟他讲了这件事情，自动的讲了这件事情。接下来呢，这个讯息在小镇中散播出去了，自动散播出去了。最终呢，他们发现25个居民有12个居民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派对的消息。然后呢，甚至还有角色来主动问那个人说：“哎，我能够帮忙布置场地吗？”并且在派对当天、party 当天呢，当天提前到场哦，去帮忙摆设这个装饰，这都自动的哈。然后呢，那个伊莎贝拉这个角色呢，也邀请了他暗恋的某个人，这个暗恋也是自动的，暗恋另外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也当天下午5点准时到了这个派对现场 party 现场，总共5个 agent 的实际出席。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AI agent 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呈现出人类行为了。但你会想到，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训练资料是人给他们的，他的训练资料就是人类社会的训练资料，你怎么讲话，他们就学到什么。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希望对大家有收获。好，谢谢各位，拜拜。